呀，你说这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可怜，一个人在这里啊？对的，多可爱的孩子。这家长真狠心呐，把小孩丢在这里不管。差不多有10岁了。就是啊，太可怜了。各位旅客，列车已经到达韶关东站，停靠时间3分钟，请在韶关东站下车的旅客注意抓紧时间下车。好了，你签个字。李红旗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去看一下。哦，哎，求求你了，把我放了吧！闭嘴！哎，刚才那孩子他去哪儿了？我看见有人给他领走了。停停！要不要问问师傅？恭喜发财，好人平安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恭喜发财，好人平安。恭喜发财，好人平安。小军，小心！北方有句话叫“井水不犯河水”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直接说啥事儿呗。我刚刚来，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。但是无论南北方，各行各业都得要守规矩，啊，不能胡来。我小舅子吃不了苦，家里有钱，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，而且还得是下铺。一张下铺，你们要加价150，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呢？你们加价还分人吗？有这事儿吗？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。你们谁坏规矩了？那不可能啊！一男的，身高1.7米几，穿深色衣服，脑袋老晃悠。学学。你们要看着他，跟我打声招呼。为啥呀？倒票就倒票，他还偷东西。
我们这的手机啊，绝对是全市最便宜的，质量也是水壶中的上等。我们平均每天卖出30-40部以上呢。这要是质量有问题的话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买？你说是吧？可是不便宜。你要是打算买的话呀，我才能拿真机给您来测试。我得保证啊，我们店里面的每一台手机卖出去都得是新机。多少钱？太贵了！给不起的喝不够，大概这年。问题是单手手机啊，给我上抽。有病吧？偷手机！干什么？哪儿来的？公交车，我们的地盘儿。
这买卖，有买的就有卖的，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。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，我就是一二道贩子。说白了，他拿回来那样东西是不是赃物，我不是公安，我管不了，我也判断不了。当然，这种东西见不得人，也登不了台面，所以才会半夜交易。两个人怎么认识的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说了吗？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，这一传二，二传四，传到我这儿，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。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起来了。那天也不是巧了，还是有心啊。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，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，我还真没细看清他的脸。就是那光影之下，他胸大吗？哦，我贪财不好色，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。说正经的，别嬉皮笑脸的。他卖你买，是不是？钱怎么过手？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你从来不问呢？各行有各行的规矩，我只认东西，不认人。这么说吧，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，没人去管。行吧，就按你上次说的，先盯那帮有钱人，小偷小摸的，先缓缓。要是领导怪下来啊，您就往我身上推，我呢一大堆处分，狮子多了我也不嫌痒痒。你这说的好像就你们老爷们儿特仗义，我们女的都不好使是吧？哎呦，我没这意思，我没有，就是我没有跟错队长。那咱一块儿骗领导？骗这个字儿可是你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。你看你这，瞒吧，瞒这更准确。说吧，什么馊主意？赶紧说。信息很重要，我觉得呢，就是最近咱们得留意这些大型活动，你说车展啊，然后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些。就是重点的这些日子，然后四面八方来的火车车次盯紧了。哟，要不然您是领导呢，这举一反三能力太强了。又啥呀？马屁拍的。哟，崔局，喂，崔局。啊？说你怎么不接他电话？啊，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？他特别忙，就在我边上忙着呢。我马上给他打，马上给他打。他马上给您打过来啊。好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别装了！怎么中国移动就把你一个人手机信号给掐了？眼角膜什么时候能给我拿回来？不是，我在找啊，崔局，这个眼角膜这事儿啊，它确实没这么简单，我也很着急。赶紧说。我刚才跟花儿姐也说了，我说啊，留意一下最近的这个大型演唱会啊，或者什么。您那边呢也帮我准备点数据，就是最近这种入室啊、什么仙人跳啊，所有的这个犯罪数据整理的越详细越好。因为我觉得这伙人啊，他们跟咱们隔了一层帘儿，撩帘简单，但是咱现在摸不着这帘儿。我把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呢，就能摸着帘儿了。我是这意思。我要的是结果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要的是眼角膜，到底需要几天？具体点。喂，别喂了，说几天？那就今天吧，反正也找不着。我说今天能找着，您不是心里高兴吗？你的那个还是老样子，还在老地方。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？分开接触，避免传播。李小莲多舒服啊！每天都待在屋子里，吹着风扇，喝着凉茶，什么都不用干，也不用冒险，不担心被抓，拿的钱还是最多的。我这只手怎么还是稍稍有点麻？
现在呢？人就是这样的，没有问题的时候，手和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。哪天迷了路，找不到吃饭的办法，才知道脑子有多珍贵。这些道理他们应该都明白。等有一天都明白了，心里积的怨都溢出来了。不过换过来想，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，让我天天跑断腿，我也会不高兴。我这个人啊，脑子笨，不会观察环境，查看规律，像你那样提前做一些预案。但是我能保证的是，那些像怨妇一样的话，不管是阿兰还是财神，都不会再说了。光堵住嘴是没用的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直觉，女人的直觉吧。所以你太瘦。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，干嘛要去操心呢？是吧？人啊，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劳逸结合嘛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下午茶做得很好，而且还有现做的点心。你要不要去试一试？那个眼角膜的眼科医生也去的。我来你这儿那么多回，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，出去以后会去哪儿？我还得坐诊，不去了。你说，不懂礼貌的人怎么越来越多？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。坐公交车、坐地铁，那些年轻人啊，连看都不看你一眼。你看看他，哎，他抬头看你。这一路上我是站着过来的，真是人心不古啊！你赚这么多钱，不怕留给谁呀？叫部出租车过来就行了嘛，又不会破产。我攒点钱也不容易，不像你，不干活了还有理发这门手艺。我那都是公交车上1毛钱1毛钱的偷回来的，啊，我费了多少心呢？我怎么能跟你比呀？啊，你是老大，还管着大家的吃呢。哎，10年前呀，凡是吃这碗饭的，都得过你这道关。你点个头，年轻人才能出手，这都是有讲究的。你让他们去刚刚丢过钱的地方，专偷那些丢过东西的人，偷1个，偷2个，偷3个。谁把回头饭吃进嘴里，谁才能分到筷子。分到筷子的人自己有饭吃，也要给你尽孝纳贡。你有眼光呢。谁要是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，想自立门户也可以。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，那都可以划片自立。哎，这可都是你定的老规矩啊。老掉牙的讲究了，都没人管了。
我头发也白了，早就该退休。哎，你不是还管着这几条街的事儿吗？闲着没事就动动剃刀子，把街坊服务好了，改天走不动了，摔在马路上，也有人拉你一把。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？哦，一个季度一次，你们现在还在茶寮呢。天生爱操心，命苦啊，没办法。走了。嗯。哎呀，狗哥刚才打给我，说在医院里来不了了，急性阑尾炎啊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。大明星开演唱会的话筒他都敢偷，这上医院那手术刀、麻醉药那不得都偷？那个偷有名茶餐厅煲仔饭的方子是谁呀？还不是他们骗我，说那张纸指2家餐厅。照今天还压在我床垫下边呢，天这么潮，估计都沤烂了。等哪天我退休吧，开家餐厅。希望杯呢，只是开胃菜，现在还在申办亚运会。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？公安部、铁道部、市公安局联合行动，清理多区域的乱象，反扒是排第1位。那不是在说火车站吗？严打一分火车、汽车，放枪打狼，火星子喷到任何人身上，谁都受不了。那也得吃饭呀，要不怎么办？各干各的，单飞。可以啊，老规矩，到我铺里偷点东西就好。喂，家长会？怎么老是临时通知啊？你没时间吗？啊，好。这件衣服好看吗？哇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不要老穿，来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特别棒哦，你把它穿了，它很好看啊。哎，等一下。喂，刚看完个病人，还有点事啊。你先吃吧。应该会比较晚。嗯，你先睡。对。
嘛。那我等一下泡大夫可以吧？好。规矩是人类最大的发明。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高级？因为我们讲规矩。我们吃这行饭的，不是谁都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瞧不起那种只偷医院、偷病人。有人偷游乐场，有人偷商场，有人钻撬所，夜半进屋，偷不到就抢。如果发生问题了，谁都顶不住的大事啊！还有很多例，我也不提了。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麻烦事，只坐公交、地铁和路口？你可以去偷金店，你可以去偷商铺，偷部汽车，或者偷个车牌子，留张纸条，要车主给300块就还给他。为什么我们不做呢？因为档次太低了，因为太没面子了，因为我们要体面。有几个中兴人抢饭吃，他们不守规矩，怎么办？那就看他们在这里待多久了。如果是路过的，算了。那如果不是路过的，那就要按我们的规矩办事。如果有人抢我们的饭碗，先别管对方，先看看自己那个碗能够端得牢。最近天气转凉了，我反而觉得你们好像不太爱出门。吃不动，就自己哭一笑吧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迟到了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姐姐，路上实在是太堵了，还有上次跟我老公打电话都怪我，我们俩说误会了，孩子他爸以为我要来，然后我以为孩子他爸要来，结果我们俩谁都没来。没事儿，
每个家长都很忙的，谁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要不然不能把孩子送到我们寄宿班里来。是，能理解。梁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梁老师，你看呢，公司领导呢临时要开会，领导又让我搞个主持发言，那拖着我呢不让走，又耽误了，我确实不好意思啊。好，我们各位家长到齐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会。我们很多家长看我们同学位置有所调动啊，当然啦，我们坐在前面的这些同学们成绩依然名列前茅。那我们后面的同学们，家长回去可要使使劲儿了。今天呢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内部通报一下。我们班有个男生，在昨天回学校的时候，偷偷带了父母的手机。今天下午发现搞丢了，经过反复确认，丢失地点应该不在我们宿舍，而是就在咱们班教室里面。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也有规律，比如下班肯定就比上班要高，累了一天昏昏欲睡，最容易被人下手。怎么样？这和你说的上火车的时候犯困的一瞬间防范性最弱是一样的道理。有点臭啊，这几天没洗澡啊？太忙了这2天。胡子刮的倒是挺干净的。你这么臭，不怕花姐嫌弃你吗？不是我。这个抓小偷啊，跟你学那些理论知识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，主要就是看天赋。望闻听切，跟中医理论有点相似，啊，能看能听能闻，啊。该吃药。谁呀？京都服装城经理。免提。哎，警官你好，我是黄立清啊，我现在在火车站买车票，但是我钱包被人偷了。是这样，我们也在办案，辛苦你打个110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个事情，你昨天不是要找那个大元的女老板吗？我问到了。她在哪儿？弄丢手机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左右，但是一直到快吃晚饭才跟老师报告，中间这么长时间，那个孩子好像也没有很着急。他跟我说他到处都找过，找不到才来找我的。如果我是那么小的孩子，把那么贵的手机弄丢了，心里肯定会慌。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啊。不过老师您可以查证一下，如果他没有慌，也没有很着急，那也许手机就不是被偷了，会不会是送给谁了，或者带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？你很厉害呀！我知道了啊。你是怎么想到的？喂，什么情况？我就在想啊，如果我把父母的手机弄丢了，我会怎么做？小的时候也偷拿过家里的零钱，可是，一旦学校大动干戈，那有什么实话，我也不敢实说了。对，有道理。嗨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行，谢谢你。你忙吧，不客气。就是这个小区了，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，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。但凡是赚了点钱的，都从这儿搬走了。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，这个是最破的。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，打成隔间，
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，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的。他俩在这儿住多久？哎呦，太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，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过，但凡她要挣点钱，估计也就搬走了。哎，行，谢谢您啊，您忙。哎，再见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求缘又寸步相对，世事难言，头一瞬日月，可曾换来希望不幻灭？你我之间已沾满尘烟。 是路。